斗破苍穹年番》第59集预告已经更新了，预告看下来，不得不说官方用心了，论质量明显比之前几集要高，而且还信息量满满。从美杜莎被打出血到海波东家行天龙凤合击，在盗物护法结局已定，乃至于最后的云韵刚出走萧炎就请一人出山，那么多的不说，下面大家就来看看吧。一、美杜莎被打出血。首先就是美杜莎了，不得不说美杜莎有些傲娇，当萧炎带人打上云岚宗的时候，他就该出手帮忙的，但是他却选择了冷眼旁观。至于为什么这样，很明显因为当初萧炎和亚妃关系过于亲密，所以导致美杜莎很不开心。也因为这样，美杜莎就想要萧炎先吃一些苦头，之后看萧炎处境不利自己再出手帮忙。只是看预告，美杜莎明显错过最好时机了，早不出手和萧炎对付云山，以至于云山被巫护法抓住，随后巫护法就吞噬了云山的灵魂，也因此实力大增，成为7星斗宗级别强者。奉劝阁下不要管我魂殿之事，不然到时大祸临头可是晚了。感受着那自美杜莎体内散发那股不可小视的气势，巫护法眼中红芒闪动，声音阴恻恻的道：他的命是我的，在我收取之前，别人都不能动。美杜莎淡淡的瞥了一眼巫护法，道。闻言，那斗篷之下，诡异红芒猛然爆闪，一道澎湃黑色雾气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最后如狼烟般直冲天际。那由其体内爆发而出的威势，即便是斗王强者都是不得不感到一种胆战。感受到那自巫护法体内涌出的澎湃气势，美杜莎那冷艳的脸色也是首次露出一抹凝重。这般强者简直是他这么久以来所遇见的首位，看来今日想要善了是不可能的了。就照你所说的试试吧，我与你老师联手。轻吐了一口气，美杜莎突然偏头对着萧炎道：如今之计，若他只是护着萧炎的话，那么药老想必没几个回合就会败于巫护法手中，而到时候一旦药老被抓，那么萧炎怕也是得暴走。多谢了，这份情萧炎谨记。面色郑重地对着美杜莎一拱手，萧炎沉声道：本王跟你可没什么情，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复魂丹。听得萧炎这话，美杜莎顿时柳眉微竖，冷斥道。萧炎尴尬一笑，这种时候也难得跟这嘴硬的要死的女人争辩。见到萧炎吞声不语，美杜莎这低哼一声，纤手一动，浓郁的七彩能量暴涌而出，最后宛如彩虹般凝聚在其手掌之上，闪烁着美丽的光辉。瞧着美杜莎的举动，那远处的药老略一迟疑，也是再度将古灵冷火召唤而出，两人一前一后，气势却皆是将处于中心的巫护法牢牢锁定。姐，怎么想要两人联手了？感受着身前身后永盛的强悍力量，巫护法黑色斗篷下的嫣红光芒也是大涨，冷笑道。对于巫护法的冷笑声，美杜莎与药老却是未曾理会，身形微动，瞬间便是出现在了前者不远的地方，雄魂力量蠢蠢欲动，随时准备着发动着凶悍攻势。七彩能量与森白火焰暴涌而出，死命地抵挡着那狂暴的灵魂力量侵蚀。然而仅仅是片刻时间，漆黑的灵魂力量便是大涨，将那由两人体内涌出的磅礴能量压制而回。呼哧，七彩能量迅速消散，美杜莎面色也是浮现一抹苍白，片刻后脸颊一红，一口鲜血忍将不住地喷出，而其身形也是急速暴退。美杜莎能够全身而退，而如今已经颇为虚弱的药老却是没有了这般能力，而且那自爆的灵魂力量对于他这种没有肉体防护的灵魂伤害更是异常之大。因此当防御在面前的古灵冷火消散时，那诡异黑芒顿时如潮水般的尽数倾泻在其身体之上。身体遭受这般重击，药老的身躯几乎变得犹如透明水迹般，显然这一击真正的令得药老受了重伤。而且萧炎也是能够感觉到药老的气息越来越虚弱。姐，药尘，本护法说过，今日你是难逃我之手。
望着那身形变得几乎透明的药老，雾护法那阴森笑声顿时在庞大的黑幕中响起，旋即其身形一闪，瞬间便是出现在了药老不远之地。瞧得雾护法这般举动，暴退的美杜莎脸色也是微微一变，身形一动，闪电般的对着前者暴掠而去。哼！美杜莎身形刚动，那雾护法便是冷哼一声，手印一变，美杜莎周身的黑幕便是一阵诡异蠕动，旋即空间迅速扭曲，将前者掠来的身形阻拦而住。借助着黑幕之助，将美杜莎阻拦，雾护法干枯手掌之上，黑芒陡然浮现，旋即如鬼爪般直接抓向药老那已变得透明起来的灵魂。感受着那迎面而来的阴森波动，药老透明的身体也是略微波动了一下，露出一张眉头紧皱的苍老面庞，目光直视着雾护法这一击。药老眼眸微微波动，他知道以此刻体内重伤状态，已经不可能再顺利躲避开雾护法的攻击，看来今日被捕已成定局了。这个时候，美杜莎已经不是雾护法对手了，药老也不是雾护法对手。雾护法可不客气，上来就要抓药老，药老再也抵挡不住，被雾护法擒拿，关入了一个特制戒指中。雾护法抓了药老还不够，还要把萧炎也抓了。这下美杜莎看不过去了，直接插手霸气护肤。只不过这个时候雾护法太强了，美杜莎虽然尽全力了，但是却依然受伤了，可以看到她嘴角溢血，身体还垂了下来。但是就这样了，美杜莎依然死战不退，因为她身后就是萧炎，她要是退了，那么萧炎就会被雾护法抓走，性命也就难保了。2. 海波东加行天龙凤合击。美杜莎被雾护法打出血了，按理来说已经分出胜负，但是看预告，好在这个时候海波东和嘉行天站了出来，一左一右护住萧炎，一方面是阻止萧炎冲动，一方面则是帮助美杜莎共抗雾护法。这里很明显导演给海波东加行天加戏了，因为原著里两人并没有联手对抗雾护法，但是看预告，当雾护法对萧炎出手的时候，两人果断出手，合力来了一招龙凤合击。这里可能有人好奇，什么是龙凤合击？龙凤合击就是海波东施展他的冰属性斗气凝聚成的冰龙，嘉行天则是施展他的土属性斗气凝聚成的土凤，那一龙一凤当然就是龙凤合击了。只是这样也只能阻雾护法一时，无法阻止雾护法一世。不过这个时候雾护法却打退堂鼓了，因为他已经观察了整个战场局势，云岚宗的人因为云山之死已经彻底和他为敌，还有一个斗宗级别的美杜莎，此外还有海波东家行天法马苏妹因古老这些斗皇，自己要是继续战下去，那不死也要重伤，还是见好就收为好。最终雾护法选择退去，大战也就此结束。3. 雾护法结局已定。看预告，雾护法最终选择了离开，放弃了抓捕萧炎。他不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他注定要死在萧炎手里。毕竟他得罪萧炎太深了，先是抓了药老，又是打伤美杜莎，还破坏萧炎的复仇行动。现在萧炎没有实力，但是等后面达到斗宗级别后，就轮到他收拾雾护法了。雾护法的结局可以说很惨烈，灵魂被拘在一个瓶子里，被萧炎用异火反复煅烧，最终被烧成灰烬。4. 云韵刚出走萧炎，就请一人出山。最后就是云韵和萧炎请人出山了。当萧炎带人踏上云岚宗的时候，云韵已经知道他和萧炎的关系彻底破裂了。当萧炎要覆灭云岚宗的时候，云韵虽然知道不合时宜，但是还是请求萧炎放过云岚宗。最终萧炎放过云岚宗了，但是却要求云岚宗解散。云韵此时已经无颜再留在云岚宗和所在的加玛帝国，只能选择出走。只是他没有想到，他刚走萧炎就请一个人出山了，这个人就是云韵曾经的未婚夫古河。因为萧炎要建立联盟，联盟想要发展壮大，就离不开古河。古河虽然不想答应，但是萧炎又是赌斗又是各种邀请，最终古河就加入了萧炎的联盟。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喜欢本期视频的兄弟们可以给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爱你们哟。